我們繼續講第二個條文啊，叫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黃者，名為中風。我們講這本書以前有說到啊，《傷寒論》裡記載的都是寫實的，病人怎麼表現，《傷寒論》就怎麼寫咯。而且啊，它還是動態的，都是死的。比如我們第一句有提到太陽之為病，脈浮頭項降痛而惡寒，你看這個都是有順序的，從脈浮到頭身痠痛，然後就是惡寒，最後就是發燒，對吧？這整個過程我們要連着看，才能叫做太陽病。对，也就證明啊，這個人已經進入了急性感染的病程。如果我們只是單獨出现某一個表現，那都不能算是太陽病的急性感染。這是很重要一點，一定要講清楚。因為啊，以前有的醫家在注解《傷寒論》的時候啊，會把症狀拆開來看，拆開來解讀，就會把整個過程啊變成一個死的定格的畫面。但其實《傷寒論》反映的是動畫，是個動態，有前因有後果，相續不斷，不是割離開的，對吧？雖然片段啊，不是片段。雖然我們說理解單一的症狀是有幫助，對吧？但是你最後一定要連在一起看，要連續起來，要回到大環境來看，不然你就會理解錯了，對吧？因為不同元素在一起啊，就不同思。絕對不能斷章取義，一定要在大環境裡面。這個技巧在臨床啊同樣重要。一個病人來了，我們不能只是問症狀，你肯定是要問前因後果。大環境。比如說失眠，那我不能說什麼都不問，來了安眠藥，西藥嘛就是也是啊，镇静安神的安眠藥西药，那肯定是不对嘛，所以一定要問啊。所以有可能这個病人是因為胃不舒服，所以失眠，是吧？胃不和，走臥不安，走臥不安，那麼就要考慮是不是反流啊，也有可能是頭天晚上有沒有吃太多、太飽、太晚，都要問清楚。可能就是一個習慣，是這樣，是這樣。說一下就懂了。再比如來了另外一個失眠的人啊，問一下，我發現哦，他這個是頭痛影響的睡眠，那麼你直接開止痛藥可以嗎？也不一定有效。一般都是越吃越痛，越吃它程度越痛，到最後就沒效了。是這樣，尤其是西藥的止痛藥了，因為開中藥也有止痛，但是你不能直接給他開，一定要追根溯源，要去推理之前的症狀情況。有可能是他吹風以後感冒頭痛，那你完全是不一樣的思路是嗎？我們可能給他常熱的藥，就好了嘛。所以說了解病人啊，一定要系統全面，不能斷章取義。那麼第二條也是一樣啊，也是動畫片，也是一個動態的。第一條我們說是急性感染開始的一個動畫片，那麼第二條就是體溫持續期的動畫片了。我們來看啊，這裡一開始講太陽病，這是一個略說。那《傷寒論》講到太陽病的時候，我們就要想到，因為這個太陽病它是代表病人的這個一個過程，就是第一個條文的這個過程，脈浮頭痛項降。惡寒是吧？不可能後面都一直在講這句嘛。對。以前寫字那麼太陽病費力。對呀，不像我們現在印刷，對吧？不可能一直重複。所以說它是從理上是說已經發生了急性感染。對。那麼惡寒之後啊，就是發燒，所以這裡它接着太陽病馬上就說發燒有沒有啊？因為惡寒肌肉顫抖，那要消耗糖原，快速的產熱，對吧？所以人體升溫它就會發燒。對，自然。那麼這個時候發燒啊，就是好了，是人體對抗病原體的第一個戰術，體溫防禦是吧？具體的溫度多少呢？肯定是因人而異了。那也是有可能是病原體的強弱都不一樣嘛。所以具體說來就是兩種情況，一個是病原體比較弱，低燒就可以抑制這個比較好。第二種情況呢，病原體比較強，低燒沒用，需要高燒，只要抵達了這個理想的溫度。也就是說，人体設定的能夠抑制病原體的這個有效的體溫啊，人体就會努力維持在這個溫度比方說38度嘛，那人体它就會維持在38度上下。那怎麼維持呢？对吧？你如果一直產熱，它維持不了一定是散熱也維持不了，一定是動態，產熱散熱動態的一個平衡。產熱升溫，那超過38度以後啊，人體它本能嘛，它就會自動開啟這個散熱模式，又往回收回到這個最完美的這個動態的最好的合理的溫度。所以這裡講啊，發熱後就接着說汗出是吧？那麼散熱以後體溫肯定低於38度了，那又不夠，所以它又會繼續產熱，又要回到38度，這就是
這麼一個動態平衡，比較完美啦。那你像這个冷气，它如果你设定37度，那就把这环境变成37度。是哦。37度好像有點高。16度了，16度完美。16度，然後就維持在這裡。那如果不小心散了一些冷氣出去，那它又在努力。是這樣。如果到那溫度，它又少放一點冷氣，就是這樣。那怎麼回升呢？第一個靠的就是霧峰了。什麼是霧峰啊？上次我們講了霧航，對吧？那麼什麼是霧峰呢？這是老祖宗的智慧。從字面來看啊，霧峰就是怕風咯，怕嘛。但是詭異的地方就是古人講這個風啊，不是自然界的風，這是鬼吹風啊。對，其實只有是病人自己感覺到有風。對，怎麼會這樣？那就很像鬼了。那其實是很科學的。我們說人體發燒以後會散熱，那散熱它有顯性跟隱性嘛。顯性就是汗出流汗，我們都能看到摸到濕濕的。那隱性的話呢，它是皮膚的微循環打開，這個病人的皮膚它也是會變紅潤。那透過輻射跟對流散熱，這個霧峰啊就和對流散熱有關。當我們皮膚微循環打開啊，這個皮膚表層的溫度就會升高，那麼相對我們環境裡的空氣就變冷了，對吧？它是相對這個溫差，就出現溫差，環境就變冷。我們的體溫啊就會被空氣帶走，來達到降溫的效果嘛。就溫暖那個空氣。所以說你這個鬼風從哪裡來？就是我們病人感覺到的這個風啊，其實是因為最靠近我們皮膚表層的那個空氣啊升溫了以後，它又跟比較遠的冷空氣，也就是比較遠的大氣的環境裡的空氣形成了一個溫差，對吧？對，這就會形成空氣對流。對。熱空氣它飄走，冷空氣飄來，那病人是不是就覺得有風？實際上我們正常沒有發燒，沒有啊。沒有啊，對。窗戶都關了呀，窗戶是關的。對。就是因為這個空氣對流，因為你自己會感覺只有一種辦法，你會感覺不到這個風，就是你蓋被穿衣。那你就是在一個更小的環境裡面，是不是這個溫度？你極端的那個對流對那個就有辦法。所以古人講霧寒，它是什麼？霧寒是你蓋被穿衣，它都是在發抖的，沒有用。但是霧峰是講你蓋被穿衣就不會怕。其實就是背後的邏輯是這樣。所以中醫講的這個霧峰啊，不是環境的那種怕風，風很大你躲開，不是這樣啊，要講清楚。現在都濫用了一點。對。講你吹到風會怕嗎？會霧峰。就是這樣簡單嘛，簡化思維是嗎？對吧？颳大風正常都會怕。其實從病人的角度肯定是合理的，是不是？因為他如果要維持到38度，那麼就不能一直的散熱嗎？散了以後，他就是要蓄熱、蓄積熱量，是嗎？以維持這個38度。所以怕風其實也是主觀的感覺。病人感覺到風，就不要再誤會了啊！所以不舒服呢，病人很自然的是穿衣蓋被，體溫就會上升。所以整個這個體溫持續期，病人會出現什麼表現呢？就是先感覺到冷，惡寒嘛，怕冷就開始穿衣蓋被咯。升溫以後啊，就散熱。要散熱嘛，他就會踢掉被子咯，脫掉衣服是吧？然後過一陣子又要升溫，就是這樣啊，穿了脫，脫了穿，一直反覆。所以有的病人說自己會感覺到一陣的烘熱，就好像更年期的婦女一樣啊。其實就是感染了，突然的這個升溫以後要散熱，才會覺得熱咯。有的人比較明顯，有的沒那麼明顯。有需要散熱，他才會覺得熱。就人體本能是啊，你覺得熱就是你就會主動去散熱嘛？是這樣的。大家要知道啊，感覺冷、感覺熱啊，跟體溫其實是沒有多大關係，而是跟我們人體在蓄熱還是散熱有關。對，它背後邏輯。但有些人體溫很高還是怕冷啊。是這樣哦。是啊，就是這樣。那有的人很怕熱，喜歡喝冰水。那說明他就是要散熱咯。那人體是很智慧的嘛。對。但是它散熱不好，因為現代化就好像代謝病的這種積蓄的，它蓄積太多了，散發不出去，它只能狂灌那個冰水咯。對，常見胰島素抵抗、糖尿病、肥胖的人，胖人都是怕冷。胖人多火，以前講瘦人多火，現在胖人也蠻火。是這樣。所以如果一個人喜歡喝熱水，相反嘛，怕冷喜歡喝熱水，他說那就是他容易散熱，他比較難蓄熱，他需要積蓄，對吧？所以呢，他需要依靠環境的幫助。一般這種啊比較瘦，脂肪能量蓄積都不足。那有的女性手腳冰冷、愛減肥的這種，
這2種人，這2種人都是容易生病感冒的。每天不吃正餐，吃沙拉番茄，乱吃，所以比较单一，主要是沙拉番茄其實是很好，生黄瓜、番茄就看你怎麼吃。对，你要量，你要足夠，你的量要足夠，你不能不夠。是這樣的，所以還有病人很喜歡問，可不可以喝冰水、涼水哦？其實這些都是要看的，因為有的人喝了不舒服，你身體會告訴你嗎？那喝了不舒服，那說明他本來上熱就很好，能量都不足了，对啊，你再喝冰水更加的給他消耗能量，火上澆油了，那就不舒服啊，就不適合喝。那有的人喝了涼水很舒服，就好像前面講那種人，他是喝了就沒事，那上熱不好嘛，需要借助外在的環境嗎？因為他外面的那個微循環不打開，他外面上不了，他只能喝水裡面上。所以他喝了舒服，那他就喝了，就沒有一定的法无定法。像這種人一般都是代謝病的人，他最大的問題啊，不是在喝不喝冰水，能量出不去，一直在儲存用不了。所以說但是實際上喝冰水只是治標不治本了。對。那他該有什麼病，他還是什麼病，就看他怎麼處理。你是很簡單粗暴的吃一個降糖藥，看看指標呢，還是說我好好的系統的從生活方式加上湯藥、中藥的治理，對吧？這就好像我們之前講的，不要關注那個10分的題目，不要太關注10分題目，有90分的題目在那邊。很多人喜歡問喝冰水的，一直執着的抓小放大。對，還有很大的東西要注意的。是這樣的，是這樣的。注意到。所以最重要的問題啊，真的不是可不可以喝冰水，可不可以這樣？對，很喜歡問這種。對啊，是你要知道你想不想喝冰水，你喝了怎麼樣，舒服嗎？你要聽你身體，聽了以後，那你有問題要找科學、找對的方式去處理。如果你很喜歡喝冷水，要注意有沒有代謝病。對，這個就是最大的信號。而不是只是說反正我每天喝冰水，我覺得舒服就 OK。那實際上，那可能過了幾年以後，那你這個更嚴重了，對吧？但如果你還推導出喝冰水導致代謝病，那就不對了。對啊，它是相關性，不是因果。對，所以一定要看到症狀的背後。好，我們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。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視頻呢，就訂閱、按讚，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們下次再見。